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2025年到2026年的纯物理性防晒的分享。去年用到的防晒非常的多，只是纯物理性防晒而已就有10几款了，所以纯物理性防晒和化学性防晒是分开一集做的。因为我是敏感肌的关系，今天分享到的所有防晒产品呢，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。只有一个防晒的产品是有添加少量的精油，其他产品都是没有添加精油这部分。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就开始咯。因为很久没有做防晒的特辑了，就直接给你们做年度的防晒，当中也会有我特别喜欢的纯物理性防晒，那我会放到最后面。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是MakePerm 这一款的纯物理性防晒。MakePerm 出了很多的防晒，很容易混淆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。前2-3年我有分享过它的纯物理性防晒，跟这一款很相似，但是其实不一样。之前分享的物理性防晒是蓝色的盖子，瓶身是白色的。先讲一下这一款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觉得它的清爽度会更高，它的膏体是白色的，非常容易涂抹均匀，涂抹的时候觉得有保湿感的，随着时间会变得比较雾面一点，它算是比较清爽的一款。这款是有 SPF 50+、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我觉得它不算是很泛白，算是比较自然的，会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效果，但是涂抹多一点呢，它也会比较白一些哦。正常的使用量，日常使用是不会很泛白的，尤其是现实中，因为我的相机镜头上拍这个物理防晒都会比较亮一点的。它的成分里面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添加一些精油的成分。今天的防晒唯一一款有添加精油的，会有一点点的香草根的香气，它里面有添加香草根的精油，还有一些果实的精油，闻起来的香气带有一点甜味的香草根。虽然有添加精油，但是使用感受非常的温和，目前用了超过大半年以上都没有感到刺激的问题，就算是视黄醇之后使用也不会有刺激感。它的肤感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，加上它的膏体并没有非常的泛白，还是一款不错的防晒。这种防晒我会特别推荐给偏油肌肤到混合性肌肤使用，它使用完之后不会拔干，但是如果你皮肤比较干，后面会呈现比较雾面的。接下来这款也是用了大半年以上了 ，Clinique 的纯物理性防晒，这款应该第一次分享。之前我有分享过它的化学防晒，它的纯物理性防晒也是很好用的，质地很水润，很像精华霜，有一种爆水的肤感，涂抹开之后非常的保湿，很有水分感呢。它的膏体是白色的，均匀涂抹开之后不会很泛白，会有一点提亮的效果。但是这么多的纯物理性防晒里面，它算是比较不泛白的。我是蛮喜欢它的肤感的，非常的舒适，但它保湿度偏高一点呢，会更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。这个防晒平常使用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刺激感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舒缓效果没有很好。如果我的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，我使用它虽然不会有刺激感，但是会觉得没有很舒服。我已经习惯用任何的产品都有一点点的修复的功能了，那我用它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皮肤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这个防晒没有到我非常喜欢的程度，但是它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，肤感也是很好。它的总成分大概有42种，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和二氧化钛。氧化锌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，二氧化钛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10个。除了防晒的一些成分之外，还添加了多种的植物提取物、维他命 E 还有维他命 C 的成分，以及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，但是排到成分列表的比较后面呢，所以感觉帮助不大。它是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刚刚分享的 MakePerm 这一款，它也是有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它有一些植萃还有花果类的成分，它的保养成分会比较多，所以相对我觉得 MakePerm 这一款的舒缓效果有比较好。虽然它有添加精油，但是使用感受我觉得 MakePerm 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防晒部分我测试过防晒镜，都是有防晒的功能了。有一些防晒它会比较轻薄，我就会特别说，那这2款都是正常的，都有正常的防晒的效果。至于它的防晒好不好，还是要涂在身体上，有专业的仪器去测试，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大家先参考一下就好了。接下来这款跟 Clinique 很像的质地，
就是这款 Clear， 这款也是纯物理性防晒，它的质地真的几乎跟 Clinique 这款很像，但是它会更滋润一点，它的滋润度会让我没有那么喜欢。台湾的天气比较湿热，冷天的时候用还可以，但是春夏天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用都会觉得太过滋润了。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是很泛白，会有一点提亮的效果，效果几乎跟 Clinique 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种防晒它的成分会比刚刚那2款都少一点，总成分大概有32种，前面那2款大概有40多种。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它的舒缓成分添加有比较多一些，有添加神经酰胺、辣木脂油、一些植物的萃取物、伊科多因、B5、神经酰胺 MP、植物鞘氨醇、维他命 E 等等的舒缓成分，偏保湿度高一点。但是我使用它，没有很喜欢，可能太滋润了，而且那个舒缓的感觉其实并没有很明显，我觉得跟 Clinique 真的差不多，除了它质地更保湿、更滋润之外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它也是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这一瓶呢就适合混合性偏干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，油皮就不要碰了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一款 Caustic 巴哈的纯物理性防晒，这个曾经有分享过。这款防晒我觉得很舒服，我蛮喜欢的。我是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缺点，可能它的泛白的情况会比前面的防晒更明显一些，但是在日常我的肤色正常的使用，它并不会非常白的。再讲一次，镜头上可能会比较白一点，但是自然光不会很明显，会有点像我现在镜头这个皮肤的状况。因为今天没有化妆，也是只用了纯物理性防晒。我今天用的是 The Lab 的类黄酮纯物理性防晒哦，我觉得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到后面也会变得比较自然一点。但是这款的肤感会更清爽一点，它的膏体是白色的，刚涂抹开的时候会特别的白，涂均匀之后就会比较自然了。那我觉得它的保湿度、清爽度会比 Make Perm 这一款再清爽一点点呢。它应该是我今天分享的物理性防晒里面最清爽的，但是涂开的时候也是有保湿感的，不会很干，也不会有拔干的感觉。我觉得上飞机之后的空气会比较干燥，我用它觉得特别的干了，不够保湿。所以如果你皮肤本身就很干了，我就不建议用这一款防晒。然后它也是有 SPF 50+、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。这个防晒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锌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它有添加一点点的保湿成分、玻尿酸以及一些植物的萃取物，但是不多，几乎没有什么保养的成分了，主要还是防晒为主。它使用的感受非常温和，是温和到我觉得它是很适合视黄醇之后皮肤敏感的时候用它的。它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如果你不介意有一点点泛白，或者是你是喜欢泛白的，又喜欢清爽一点的防晒，这款可以试试看。我是在虾皮的官方网站买到的。那今天分享的所有防晒，我会尽量找一些连结放到我的资讯栏，尽量可能有一些是没有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款 Etude 的新版的纯物理性防晒，这款是跟 Director P 现在当红的韩国 YouTuber， 也是美容分析师一起合作出的一款防晒。它还有化学防晒，它第一次出防晒的时候我是有分享过的，但是2个配方完全不一样，呈现的效果都是不同的，可以说是改良过的。这个是最新的，旧版的是这一款哦。包装都是不一样，不会买错。2款都是有 SPF 50+、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。我先讲一下这款新版的质地，它的膏体是蓝色的，很特别的蓝色啊。当然这个不是色料，是成分里面的颜色。它的肤感呢，其实蛮好的，跟它的旧版完全不一样。它的膏体啊是非常的贴肤，很顺滑，很容易延展开，但是不会觉得很黏，不会太过滋润，有一定的保湿度。用完之后，现实中我是觉得它完全不泛白，但是用相机拍起来会有明显的提亮效果，好像还是会看得出来会变得比较白，但是它很自然，是我今天分享的防晒里面呈现出来的亮白效果是最自然的。其实我觉得现实用我不觉得它有亮白的效果，几乎跟一般的化学防晒效果是差不多。我刚使用的时候，我用了好几次，第一次我使用是大量
的去涂抹，因为我赶时间，结果呢就搓在一块了，要重新的涂抹。那我第2次使用的时候就正常的用，好像没有搓离的问题了。但是有一天突然我用它，我不知道它跟什么产品打架，它居然搓离耶，我就有点不解，到底它跟什么产品会打架呢？对我来说，这样的产品是非常雷的，因为你没办法去控制，更不用说妆前使用了，我觉得不太适合。但是我不是每一次使用它都会有搓离的问题哦，因为同样的产品，它有时候会搓离，有时候又不会搓离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这个就是它最大的缺点，不然它优点真的蛮多的。我很喜欢它的颜色还有质地，然后它的防晒的效果不用怀疑，一定是好的，因为 Director P 他们是有团体实验师去亲自的监控测试这个防晒的效果，一定是达到50加以上的。它出的防晒我觉得都很稳定。它有一个好处是用一般的氨基酸洗面乳也可以清洗干净，不用特别的卸妆。它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和2氧化钛，氧化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，2氧化钛排到成分列表的第5个。另外有添加烟酰胺，还有南柑橘精油里面的一些提取物，这个成分是可以帮助皮肤舒缓、消炎镇定的，也会让产品呈现偏蓝色调。我觉得这个蓝色应该就是这个成分影响的。另外有添加白藜芦醇、维他命 E、肌肽、植物甾醇、多种的植物提取物等等的有效成分。虽然有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，但老实说，我觉得它的舒缓效果也是比较无感的，它只是温和，肤感比较好而已啊，就跟 Clinique 的使用感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搓离，所以我不太喜欢涂在脸上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，就是涂在脖子非常适合，因为它不会很泛白，可是有提亮肤色的效果。涂在脖子之后，肤色就跟脸部不会相距太大。很多纯物理性防晒涂完之后会白一点点，如果颈部只是擦一般的化学防晒，可能就会有一点色差。那我现在我的脖子是有擦这款防晒的，它不会很白，但是起码跟我脸部的肤色不会差太多。它的肤感涂在脖子不会黏，它会形成一个膜，而且它不太会卡我的脖纹，因为我脖纹蛮深蛮多的，很多物理防晒涂在脖子都会卡一条条，非常的尴尬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才会比较爱用化学防晒涂在脖子上。所以之前你们会看到我的脖子跟脸部的肤色会有比较大的色差，配合使用之后我就改善蛮多的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防晒我觉得我还是会回购，当做我的脖子的御用防晒。顺便讲一下它旧的防晒，它旧防晒了，膏体是白色的，我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旧款的。旧款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它的质地，因为它很黏，很像传统的物理防晒，但是它附着力很强，就是它有一个粘性，比较容易涂足够的量。它的防晒会有一定的厚度，有一定的粘度，而且它也是用一般的洗面乳可以清洗掉的。这个是它的旧款的，应该目前还是可以买到旧款。那新款的给大家看它的质地，就明显颜色完全不一样。然后抹开之后，它比较轻薄一点的，像精华霜的质地。大家看，涂抹开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完全涂抹开，它还是呈现蓝色的。那涂抹开之后，它就会比较自然了，它的亮白效果会比较自然一点。然后旧款呢会比较白一些。那这2款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的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款 Hakuroku Sousui 北陆潮水，这个是日本买的，在台湾是买不到，还是要找代购啊。这款是纯物理性防晒，是用在全身的，可以用脸部，也可以用在身体上。查了它的成分，觉得蛮温和的，而且这款防晒写小朋友也可以使用的。它是用一般的洗面乳就可以清洗干净的。它的膏体是白色，有一点点偏乳液状，然后它比较不泛白。你会看到镜头，就算我涂很多，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会很泛白。镜头上会再亮一点点，现实中啊，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泛白的问题了。但是毕竟它是纯物理性防晒，如果你涂多，它也是会有一点那种提亮的感觉。它的保湿滋润度还不错，不会很油腻，但是会有一定的滋润度。它很容易卸除掉，所以附着力比较不持久。大概涂抹2-3个小时之后，如果你要晒太阳，就建议要补擦了。这款防晒有 SPF 30度 PA 2+的防晒系数，比较低。
一点的。虽然它只有30度 PA 2个加，但是我用防晒镜去测试，涂到一定的厚度，防晒的效果还是正常的，只是它需要补擦。成分算是比较少一点的，总成分只有19种而已。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，二氧化钛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4个，氧化锌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5个。另外有添加海藻糖、一些植物提取物，还有一些植物油脂成分，算是蛮简单的。它是没有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涂在手上、涂在身体上，一开始涂抹的时候它是很顺滑，因为保湿度比较高，可能有些人会不习惯，会不喜欢，因为刚涂抹时候有一定的滋润度，但是身体是比脸不干的。其实涂抹均匀，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得比较干爽了，它会有存在感。你涂完防晒之后，你会觉得有一层东西在，但是我觉得不至于不舒服，可是它不是清爽的那种质地。接下来这款是松山油脂的神经酰胺的纯物理性防晒，也是从日本买的新出的一款防晒。这个防晒我有分享过，我没有很喜欢，但是它的成分以及使用感受是好的。它的膏体是白色的，有一定的厚度，也是非常容易涂均匀的。它的肤感是有一点粘性的，涂抹开是很舒服的，也很容易延展开，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效果，不会很明显的泛白感，而且它非常的修复，非常的舒缓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5种的神经酰胺，还有一些大豆的成分，跟它的大豆神经酰胺系列的成分是类似的，使用感受是好，但是它过了一段时间会有一点浮上来，你会看到皮肤开始看到有一些不均匀的肤色，有一些白白的，虽然没有到很明显，但是也蛮影响的。这样子的情况就不太适合妆前打底使用了，它是不容易搓泥了，但是觉得不太适合妆前使用。我已经试过很多次，无论我涂多还是涂少，还是有一样的问题。它的总成分大概有30种，主要的防晒成分添加了氧化锌还有二氧化钛，氧化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，二氧化钛排到成分列表的第6个。另外有添加5种的神经酰胺，多种的大豆成分、角鲨烷等等的保养成分。神经酰胺的添加量也不会太低，排到成分列表的比较中间偏前面一点的。我觉得它的优点是很温和，很修复，用视黄疹的时候也特别适合使用它。如果你的皮肤非常容易敏感、极度脆弱的，其实这个防晒搞不好是适合你的，只要你不要求太高，就看你的需求。它是没有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然后它可以用一般的氨基酸洗面乳清洗干净。但是我建议要卸防晒的朋友们使用量要比平常多一点点，洗面乳的用量不够，也有可能会卸不掉的。除了油皮之外，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，特别适合非常脆弱的敏感肌。它有 SPF 30度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。接下来这款最近才开来使用了，心得不多，但也先分享给你们了，就是这一款 Dr. Tripp 的表皮生长因子的修复纯物理性防晒。这个防晒有 SPF 40度PA 2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日常通勤室内适合使用，但是晒太阳就不建议，因为它很容易就没有了。它也是属于附着力不强的，需要补擦的。这种防晒通常都是可以用一般的洗面乳就可以清洗干净。那我来讲一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抗老成分，很多修复的成分呢。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，氧化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，二氧化钛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6个。另外添加了甜菜碱、多肽的成分 B5 以及多种的玻尿酸成分，还有一些植物提取物、表皮生长因子、甘草酸2加、维他命 E 等等的有效成分。它的成分里面是没有添加细油的。防晒成分氧化锌的添加量有高达10%，以及10% 的 EGF还有 B5 的成分，这种成分就很特别了，很少有这种抗老型的防晒，而且它很温和，它使用感受真的是非常舒服。它有很明显的缺点，但是我很爱用它，我非常喜欢这种防晒。讲一下它的效果，涂抹完之后你会感觉皮肤非常的油润，它是非常好推开的，非常的保湿，很滑顺，但是它膏体真的很白，用量少一点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是照出来都还是很白。
白的，我觉得不用特别涂太多，你会受不了。而且它的质地是比较浮的，不是贴肤的那种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它会让我皮肤觉得还蛮舒服，不会觉得很油腻耶。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滋润度，还蛮润的。我觉得使用它真的会有修复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没有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我用测试灯测了一下，看它的防晒呈现的效果。再说明一次，真正的防晒的效果，防晒力一定要用专业的器材去实验室才可以测出来。这个只是初步观察它有没有防晒的功能而已。照出来它的膏体确实是比较轻薄，无论我是涂多厚，我有特别涂厚一点之后再拍，它照出来还是一样偏单薄的。防晒颜色部分呢，在紫外线灯呈现黑色的是化学性防晒，一般纯物理性防晒它的颜色都会比较浅的，但是你会看到有一些色差，有一些会偏咖啡色一点，会深一点的，这个也不等于它的防晒力哦。这个防晒我会特别推荐给偏干肌肤，想要有抗老修复效果，皮肤又很干，然后你不介意会泛白的，那这款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它的成分使用感受对于我现在很需要抗老又有修复，我觉得它是好用的，只是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不是人人喜欢而已。就推荐给你们哦。这个也是在虾皮买的。接下来这款也是 Sigma 的产品 ，PDRN 的纯物理性防晒。这个防晒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有添加 0.5% 的 PDRN 的成分，它里面有添加20% 的洋甘菊萃取物，还有表皮生长因子以及烟酰胺的成分哦。它的成分也是很不错的，这两款我都很喜欢了，都是属于养肤型、修复型的防晒，可以抗老。这个防晒呈现的效果就是水光肌，它会特别的亮啊，果然是加了 PDRN 的成分。我觉得 0.5% 已经算是比较有效果的，它的质地是偏乳液状，流动性比较强，颜色不是完全白色，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咖啡色哦，但是也是偏白色的，非常容易延展开，很像涂精华的质地，非常的舒适。这个防晒我觉得它也特别适合用来妆前使用啊，可以帮助粉底更贴合皮肤，它的保湿滋润度很好，使用的感受也很舒服，质地是非常的细腻的。我用它不会产生更多的粉刺痘痘，刚开始涂抹开会有一点泛白的效果，但是涂抹均匀之后，你会看到越来越贴合我的皮肤肤色，越来越自然，一点点的提亮效果，非常的自然，整个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，非常的亮。这个防晒还是需要卸妆产品才可以卸干净的，如果你要晒太阳我觉得不建议，因为它的质地偏薄一些，使用的时候建议多涂抹一些，厚一点点的防晒效果就会比较好。我有用防晒镜去照一下，发现它的防晒确实是比较薄一点，呈现出来的效果跟 Dr. Tree 是比较接近，但是它会比它好一点呢，厚一些些。这个防晒成分大概有45种了，它除了添加刚刚说的防晒成分之外，还添加了20% 的洋甘菊花萃取物， 0.5% 的 PDRN、EGF、烟酰胺、表皮生长因子、传明酸、谷胱甘肽、角鲨烷、甘草酸2钾、维他命 C、廖郎素等等的有效成分哦。它里面还有添加一些美白抗化的成分呢。整体成分呢也是适合敏感肌的，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我觉得整体使用感受、肤感都很好，但是它偏保湿度高一些，滋润一点，比较推荐给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。偏干肌肤应该会很喜欢，但是如果你皮肤底层比较干，涂抹它可能就不会那么亮。好，接下来是 Torridon 的积雪草素颜霜，那这个我当成一般的纯物理性防晒使用的，也在镜头出现过了。我觉得它的使用感配方跟 Innisfree 的 Cica 防晒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它的泛白情况会比较低。之前有听到有人说它很泛白，比较白，但是我用它，我觉得它比较不白，因为它到后面就变得比较自然了，会越来越像我皮肤的肤色，因为它的膏体是绿色，不是白色。它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很好延展开，涂抹开之后会有一些滋润感。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有一点泛白，之后会变得越来越自然。然后这个绿色调会有一点点修饰泛红的部分呢，一点点而已，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自然的。我觉得这种防晒不会很持久，因为它到后面会越来越薄，然后就渐渐消失了。如果你要晒的太阳，还是要补擦。
它用一般的洗面乳可以清洗干净哦。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烟酰胺、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、乳酸菌的发酵物、B5、尿囊素、腺苷、维他命 E， 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整体使用感呢是温和，还有一些舒缓的效果，适合敏感的时期使用。它是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它不会很油腻。但是这个质地我觉得比较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，油皮就不太适合了。使用它的时候，那个用量还是要足够，不要涂太少哦。另外，同一个品牌 Torridon 也有一款纯物理性防晒 Dive In 的系列。这个纯物理性防晒我已经分享过好几年了，到目前我还是很推荐它的，而且它不是很泛白，提亮的效果非常自然，有一定的滋润度，所以现在比较推荐给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。那膏体我觉得使用感受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它后面就不会呈现雾面的效果了，也不会拔干。它的膏体颜色是带有一点点微蓝色的，干涂抹开时候也会有一点泛白，但是它的泛白效果是属于比较自然的。我的肤色使用它是很自然的提亮效果，但如果你的皮肤颜色比较深一点的，用它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。这个防晒还蛮适合妆前使用，用来打底的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离。Torridon 这2款防晒我还是偏爱 Dive In 这个纯物理性防晒的。它的防晒成分呢，主要添加了氧化锌跟二氧化钛。氧化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3个，二氧化钛是排到成分列表的第4个。另外有添加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，还有多种的植物的萃取物，神经酰胺 MP， 还有多种的氨基酸的成分，以及孔雀石提取物。孔雀石也是会让产品呈现偏蓝色调的，这个成分可以帮助抗氧化跟舒缓，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物理防晒，我很推荐。接下来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防晒，首先就是这个 Dirty 的 B5 防晒，这个防晒添加了5% 的 B5 成分，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另外还添加了5% 的 B5 成分，还有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神经酰胺 MP、维他命 E、尿囊素、植物固醇、贝塔葡聚糖、玻尿酸等等的有效成分。另外有添加白桦树脂、沙棘果油，这2个成分对于保湿、抗氧化、舒缓都是有很好的帮助。B5 的添加量算是蛮高的，整体我觉得它使用的感受是非常的修复，很温和的。我非常喜欢它的膏体，它挤出来是白色的，但是抹开之后，它的泛白情况真的非常的自然，有一点点提亮效果，现实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泛白的问题了。然后它的膏体又很贴肤，很好延展开，也不会很容易消失，算是很正常的一款防晒了。就算我涂厚一点，它也不会很白，同时也很适合妆前使用，很适合用来打底，不会搓离。它是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的添加。这瓶也是快用完，我觉得会回购。不喜欢泛白的，又需要修复敏感肌使用，这款推荐。曾经我有推荐过这款 Manual 的 B5 纯物理性防晒，这款的成分跟这个很相似的，一样都有5% 的 B5 的成分添加，但是它的质地会比它滋润哦，不一定是很多人会能够接受啊。我在热天时候用它会觉得太滋润。Manual 这款比较适合干皮使用，而且它的膏体比较白一些，虽然我觉得它也是不算很泛白的，现实中的泛白效果是还好的，镜头上这一款特别的白啊，但是2个防晒比较起来 Dirty 这一款更加的不泛白，就算在镜头上它也不会很白，不会很明显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偏爱这一款了，这个我就比较推荐大众会适合这款。它是有保湿滋润度，但是它的滋润度是1年4季使用都没有问题的。2款都是没有香味的，这款也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。基本成分很相似，比较不一样是它里面的成分多一些植物的萃取物，没有神经酰胺 MP 这成分。我觉得舒缓效果可能是 Rich 这款会比较好一些。接下来这款是我今年最喜欢的，就是 The Lab 的，应该大家猜得到了，它是我今年用到最喜欢的一款纯物理性防晒，因为它的膏体真的很服帖，它是白色的膏体，涂抹开之后
泛白的效果是我最喜欢的，有一点提亮效果，但是不会很夸张，而且随着时间它也是变得比较自然一点，保湿贴肤的感觉效果非常好，附着力也很强，可以一整天，涂厚一点也不会太白，也很适合妆前使用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脱离，而且使用它也会让我皮肤感到有舒缓的效果，比较舒服，什么时候使用都可以，一年四季用我都没问题哦，而且用它也不会让我产生新的粉刺痘痘，它里面有一些成分是可以预防痘痘产生的，但如果你皮肤太油还是会长痘，可是它里面是有一些配方针对敏感痘痘粉刺的。The Lab 还有出一款化学防晒，长得蛮像的，颜色会有点不一样，化学防晒是白色的，这纯物理性防晒是有一点米黄色的，名字也是不一样，大家不要买错。它的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用防晒镜去测试，我觉得它的防晒也算是蛮稳定的，它的物理防晒排到成分列表的第2个。另外它有添加 B5 尿囊素、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贝塔葡聚糖、葡糖基陈皮苷，这个成分可以帮助舒缓敏感痘痘的，可以消炎镇定。绿茶水、玻尿酸钠、维他命 E 等等的保养成分，它是没有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这个防晒已经快用完了，剩下一点点，应该用几次就没了。出国时候一定会带它，它是比较保障的一款防晒，去哪一个国家都比较适合的。其实防晒大致上都讲完了，但是后面快速的讲一下。那这个我之前有测试啊，我觉得它的防晒效果非常的低哦。我用测试镜去照它，我几乎看不到涂防晒的痕迹，就算我涂痘后，它还是没有呈现防晒的那种颜色调，我就有点怀疑它够不够，因为它只有二氧化钛这个成分。二氧化钛本身就比氧化锌的防晒效果差一点了，但是它的质地又非常保湿，很像一般的保湿精华霜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5% 的 B5 成分，还有一些南柑橘的提取物，可以帮助舒缓镇定的，使用的感受蛮好的。它的防晒系数有 SPF 42度 PA 3个加，它的防晒效果没有马自亚麻跟北陆潮水这2款好，这2个防晒只有 SPF 30度而已。但是我用镜子测出来，这2个款的防晒比较能够呈现，它只是附着力不强而已。那这个附着力也不强，用一般的洗面乳可以清洗干净，所以大家不要踩雷了。后来我是用在脖子上当成打底，一点点提亮肤色，之后还是会涂一层防晒的，这样子加强使用还可以，不能单独使用如果你要防晒就不要只用它。大家想看它的详细的测试，可以看回之前那一集。另外这个 Mama Butter 这个品牌也蛮适合敏感肌的，主要成分是添加有机的乳木果油，这也是日本买的，台湾比较不好买，都是代购的。它是一款物理性防晒，有 SPF 50度加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它是没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但是给你们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拍那个试用影片啊，有的话就放给你们。它是乳液状的，可是它非常的泛白，然后你看一块一块。它抹开之后很特别哦，是水状的，很水，可是那个水又很不均匀。你看涂抹开之后就会结块，你就是要一直推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这样子的防晒谁要用？这个就是它致命的缺点了，日常是没办法使用它。好，现在它稍微吸收之后呢，硬推它就会比较好推，可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阻力，那你用在脸上。你这样推它，你就皮肤不是会松掉吗？大家近看到吧，它会变得比较哑光，比较雾面，变得非常的干，那个肤感又很厚，黏黏的，而且很白。这个就是它的问题，就算它成分多好也没有用啊，根本不能使用啊！大家也不要踩雷了。它里面是添加了3% 的乳木果油，成分是蛮天然的，闻起来也有油脂的味道，像奶油的香气，肤感是比较可惜了。但是这种很防水，用水冲是冲不掉的，它的附着力非常的强，也算是优点吧，其中一个优点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年度纯物理性防晒分享了。我还会拍一集化学防晒，但是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呢，就请稍等一段时间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